中年男人如何去爽谈年下女友啊，就是那种年龄比你小5岁以上啊，你要如何去跟他们建立起来这种优质的吸引，让他们主动来亲近你，甚至是追着你确认关系。最近呢，正好是暑假啊，如果说你想要在26年的这个夏天体验一段更有活力的恋爱，那今天的东西啊，认真看，我会详细的帮你拆解年轻女生的恋爱需求，让你对她们呢有更清晰的认知，并且能从长短期2个维度告诉你该怎么去跟她经营一段优质关系。看完并内化的兄弟啊，等着被你的兄弟们羡慕嫉妒吧啊！首先啊，就是中年男人跟年轻女孩建立关系，无非就是2种模式。第一种，擒拿少取啊，以量代质，这种呢就偏向于 situationship 那种，他会更注重享受每一段关系，他也会更轻松一点，但是呢风险也会更大，有暴雷的可能性啊。第二种呢，就是精准的狙击，一劳永逸，也就是说你想要一个年下的女生，她非常非常的爱你，就哪怕某天你破产了，她也愿意跟你东山再起。那像这种能够长期让你省心的，就属于是第2种渠道了。那接下来呢，我再给你们讲一讲具体怎么做啊。首先第一个渠道啊，也就是走量。那你要做的呢，其实就是养成一种年轻化的质感。这个年轻说的呀，肯定不是说让你去做医美啊、健身啊、化妆啊之类的，而是你要以一个年少男的身份去给到他一些 romantic 的这种情绪价值。就比如说他过生日啊，你给他租一个别墅，然后搞一个专业的这种，对吧？团队给他设计一下，搞点小场面，送点小礼物，或者说平时遇到这种各式各样的这种节日的时候呢，来点仪式感啊。再然后呢，就是多关心他的情绪，多哄哄他之类的。但是我不太建议各位中年兄弟去走这条路啊，因为第一，你现在是处于事业的上升期，你肯定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研究小女孩心思，对吧？哪天这个女生突然生闷气了，那其他小男孩是有时间慢慢猜她心思的啊，也就能够去哄她的，对吧？但是你呢，肯定是不行的呀啊。然后就是第2个问题是啥呢？就是这条路的尽头是一场大杂烩级别的雄竞剧，也就是说你要跟所有年龄阶段的这个男人去进行雄竞。哎，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好吧，就比如说你38，这个女生24，她是个研究生，马上毕业了啊。那你面临的竞争对手就是这个她的一个同龄阶段的同学啊，是她在社会上认识的一些帅哥，也是夜店认识的一些帅哥，同时也是她进入公司之后认识的一些上级领导等等等，这些全部都是你的竞争对手，那肯定会耗费你大量的精力的呀。那花费这些精力去不断建立 situationship 对你来说到底值不值？这个其实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啊。OK，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第2个渠道吧，也就是精准狙击啊。这个渠道呢，就是如何让一个年下女生对你产生那种人格层面的崇拜。她就不是单纯的爱你物质这个板块了啊，她要单纯的爱你这个人啊。其实说起来也不难，就是要去展现出你这个年龄该有的一些成熟稳重，还有你的一些阅历啊，去激活他对你的那个 daddy issues 啊。什么叫 daddy issues？ 就是对于年少男人的一种需求啊，无论是依赖也好，还是说是信任也好，或者是崇拜也好，其实形式可能是不同的，但几乎每个女人都会有这个东西，尤其是咱们东亚国家啊，00后那批女孩子的话，我说实话，她们很多都是从小父亲是比较缺位的，因为这批女孩子父辈大多都是什么70年代的人，对不对啊？这批兄弟呢，就是70年代的兄弟们，他们有小孩之后正好就赶上千禧年的一个好时机，所以很多00后的女孩的父亲他们都干嘛？在外出差，天天忙工作呀啊，偶尔回家呢也是以一种严父的形象，就很少会有慈父出现的，我说实话。那这个呢也就会导致00后的女孩子，她们在她们的内心里面会对年长的男人会有一种童年就非常的匮乏那种渴望，她是很希望能够得到这部分男人的这个关心和宠爱的。所以说啊，你们有时候去那种什么商圈啊，看到很多那种年轻漂亮的女生啊，她如果挽着一个大叔啊一起在逛街，已经见得挺多了吧，对吧？很多兄弟就觉得，哎呀，这个女的好拜金啊，这个女的是养金丝雀吧啊？不是的，兄弟们，至少你是不能够一竿子打死的。很多年轻女孩跟大叔在一起，其实还真不是图物质，她反而会更渴望得到那个大叔的爱。而且这里呢，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个小秘密
因为交哥这么多年呢，毕竟接手了有上万个兄弟的一个 case， 我就发现一线城市的这个年轻女孩啊，她们的 daddy issues 概率呢也会更高一些啊，大概呢有20%到30%左右吧。也就是说，你去太古里逛一圈，看到10个00后小美女，其中呢就有2-3个啊，就是她是有年上癖好的，她就会更加喜欢成熟的男人。跟普通年轻的男孩子相比呢，成熟的男人是不会跟他去斤斤计较的，会把事情给他安排好，而且大多数中年男人都经历过人生的起起落落，你已经练出来很稳定的情绪了，所以年轻女孩子呢就会很喜欢你这一款。那你想要去吸引这部分年轻的女孩子啊，注意啊，我说的是长期吸引啊，就是人格吸引，是那种不靠物质能够长久的吸引的那种。那你要做的就是去保留你的优势，然后不断的去强化你的优势。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再总结一下你的优势到底是什么。第一，见识比他多，对不对？那第二，能量比他强，对不对？能给他一定的这个帮助啊。第三，你的情绪稳定，能够给到他支撑感。所以你就抓住这3个优势再去定点爆破就 OK 了呀。比如说情绪稳定这一点，对吧？我就拿一个很常见的例子给你来说，好吧？这个女生她今天突然不回你消息了，那你就别跟大学生一样去追问她在干嘛呀，为什么不理我呀？ No， 兄弟们啊，你不需要去追究她冷淡的原因，甚至你都不用管她回没回你，你就自己做你自己的事儿，该忙生意忙生意，该玩玩，该打高球，该抽家，对吧？没问题，你就看书啊，什么都 OK 的。或者再不济看看交哥的视频嘛，啊，反正呢你要有自己的生活，然后等他给你发消息之后，你再云淡风轻的问他一句说，忙完了，我也正好忙完一件很有趣的事儿，你想听吗？那这个时候女生她一看到说这个其他男生都在追着她发消息，而你不一样啊，对吧？你脱离了他之后，你的生活照样是很精彩的，她就会觉得哇，这个男人好神秘哦，好淡定哦，然后他就会忍不住来探索你，甚至是主动来征服你。这个就是女人的人性啊，就是神秘不可控的男人，他反而越会想要去占有。OK， 那这里说的呢，其实是情绪稳定方面。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再说一下如何去发挥你见识更多、能量更强的这2个优势，因为他们的本质其实是相同的，就是展示你的高价值嘛，对吧？啊，然后再去建立吸引，所以我们就把它合起来一起来讲。很多兄弟会觉得说展示价值很简单的呀，花钱送礼嘛，对吧？那对是对，但是肯定也不全对啊，因为我们前面也讲过，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去建立那种人格层面的吸引，哪怕不靠物质，它也能够有长久的吸引。而这种人格层面的吸引它是怎么来的呀？其实也很简单，就6个字啊，无压力的收获。其实这个也是 daddy issues 的这个精髓，就是你像个老父亲一样，对他的好呢是不带杂念的，是不带需求的，他在你身边是能感受到安全感，是能够得到成长的，而且这种轻松的关系反而能够让他更愿意给你回馈。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你就跟他说一段话了，你就说，在我身边你不用感到有压力，我对你的付出和照顾只是出于一份好奇，我很好奇你未来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我也更好奇你某天卸下身上的防备和逞强会是什么样子，所以你只需要做真实的自己就好了，剩下的东西我有能力帮你承担。有句话呢叫做无所求必满载而归，为什么？因为人性向来都是如此啊，但凡带着目的的好呢，都会让人有本能的防备，对吧？暗中掂量一下这份付出的这个价码啊，他就会下意识的想要后退啊，他想要自保。当你真正无所求，不带索取，不绑回报的时候，对方感受不到半分压力，还有那种亏欠啊，他的心房自然就彻底的瓦解了。他会卸下所有的逞强，还有就是防备啊，他会向你交付真心，慢慢的自然也就主动向你回馈靠拢啊，最终你收获的远比刻意的去索求更加的沉稳，更加的满。所以兄弟们，不要把年龄当成问题，这是你阅历的勋章。当你能够看透人性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所谓的年龄差，不过是你站在高处时，他抬头仰望你的距离。OK， 还是那句话，跟着焦哥多学人性，多用人性啊！下课。